光怪陆离、满是低语的梦境迅速支离破碎。熟睡中的周明瑞只觉脑袋抽痛异常，仿佛被人用棒子狠狠抡了一下，不，更像是遭尖锐的物品刺入太阳穴，并伴随有搅动。迷迷糊糊间，周明瑞想要翻身，想要捂头，想要坐起，可完全无法挪动手脚，身体似乎失去了控制。看来我还没有真醒，还在梦里。等下说不定还会出现自以为已经醒了，实际依然还在睡的情况。赶紧醒，赶紧醒！对类似遭遇不算陌生的周明瑞竭力集中意志，以彻底摆脱黑暗和迷幻的桎梏。然而半睡半醒之时，意志总是飘忽如同烟雾，难以控制，难以收束。他再怎么努力，依旧忍不住思维发散，杂念浮现。大半夜好端端的，怎么会突然头疼？还疼得这么厉害？不会是脑溢血什么的吧？我操！我不会就这样英年早逝了吧？看来没法继续睡了。明天还怎么上班呢？还想什么上班？有货真价实的头疼，当然是请假呀，还不用怕经理啰里吧嗦的。这么一想，好像也不坏啊。偷得浮生半日闲。好像没刚才那么疼了，但脑子里还是跟有把钝刀子在慢慢割一样。一阵又一阵的抽痛让周明瑞点滴积累起虚幻的力量。终于，他一鼓作气地挺动腰背，睁开眼睛，彻底摆脱了半睡半醒的状态。视线先是模糊，继而蒙上了淡淡的绯红。目光所及，周明瑞看见面前是一张原木色泽的书桌，正中央放着一本摊开的笔记，纸张粗糙而泛黄，抬头用奇怪的字母文字书写着一句话语：墨迹深黑，醒目欲滴。笔记本左侧靠桌子边缘有一叠整整齐齐的书册，大概7、8本的样子。他们右手边的墙上镶嵌着灰白色的管道和与管道连通的壁灯。这盏灯很有西方古典风味，约成年人半个脑袋大小，内层是透明的玻璃，外面用黑色金属围出了栅格。熄灭的壁灯的斜下方，一个黑色墨水瓶笼罩着淡红色的光华，表面的浮凸构成了模糊的天使图案。墨水瓶之前，笔记本右侧，一根镀附圆润的深色钢笔静静安放，笔尖闪烁着微光，笔帽搁于一把泛着黄铜色泽的左轮手枪旁边。手枪？左轮？周明瑞整个人都愣住了，眼前所见的事物是如此陌生，与自己房间没半点相像之处。惊愕茫然的同时，他发现书桌、笔记本、墨水瓶、左轮手枪都蒙着一层绯红的轻纱，那是窗外照进来的光辉。下意识间，他抬起脑袋，视线一点点上移。半空之中，黑色天鹅绒幕布之上，一轮赤红色的满月高高悬挂，宁静照耀。周明瑞惶恐莫名，猛地站起，可双腿还未完全打直，脑袋又是一阵抽痛，这让他短暂失去力量，重心不由自主下坠，屁股狠狠地撞击在了硬木所制的椅面上。疼痛未能造成影响，周明瑞以手按桌，重又站起，慌乱地转过身体，打量自身所处的环境。这是个不大的房间，左右两侧各有一扇宗门，紧挨对面墙壁的是张木质高低床，它与左门之间放着个橱柜，上面对开
下方是5个抽屉，橱柜边缘1人高的位置，同样有灰白色管道镶嵌于墙上，但它连通的是个奇怪的机械装置，少许地方裸露着齿轮和轴承。近书桌的右墙角堆放着类似煤炭炉的事物，以及汤锅、铁锅等厨房用具。越过右门是一扇有2道裂纹的穿衣镜，木质底座的花纹简单而朴素。目光一扫，周明瑞隐隐约约看见了镜中的自己，现在的自己。黑发，褐瞳，亚麻衬衣，体型单薄，五官普通，轮廓较深。周明瑞顿时倒吸了口凉气，心头涌现出诸多无助又凌乱的猜测。左轮手枪，欧美古典风味布置，以及那轮与地球迥异的绯红之月，无一不在说明着某件事件。这是谁？我不会穿越了吧？周明瑞嘴巴一点点张开，他看网文长大，对此常有幻想，可当真正遇到，一时却难以接受。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叶公好龙吧。过了几十秒，周明瑞苦中作乐地自我吐槽了一句，若非脑袋的疼痛依旧存在，让思维变得紧绷而清晰，他肯定会怀疑自己在做梦。平静，平静，平静。冷静，冷静。深呼吸了几下，周明瑞努力让自身不要那么慌乱。就在这时，随着他身心的调和，一个个记忆片段突兀跳出，缓慢呈现于他的脑海之中。克莱恩·莫雷蒂，北大陆鲁恩王国阿霍瓦郡廷根市人，霍伊大学历史系刚毕业的学生。父亲是皇家陆军上士，牺牲于南大陆的殖民冲突，换来的抚恤金让克莱恩有了进入私立文法学校读书的机会，奠定了他考入大学的基础。母亲是黑夜女神信徒，在克莱恩通过霍伊大学入学考试那年过世。还有一个哥哥，一个妹妹，共同住在公寓的2居室内。家庭并不富裕，甚至可以说不佳，目前全靠在进出口公司当文员的哥哥维持。作为历史系毕业生，克莱恩掌握了号称北大陆诸国文字源头的古福萨克语，以及古代陵寝里经常出现与祭祀祈祷相关的赫密斯文。赫密斯文？赫密斯文。周明瑞心头一动，伸手按住抽痛的太阳穴，将视线投向了书桌上摊开的那本笔记。只觉泛黄纸张上的那行文字从奇怪变得陌生，从陌生变得熟悉，从熟悉变得可以解读。这是用赫密斯文书写的话语。那深黑欲滴的墨迹如是说：所有人都会死，包括我。周明瑞莫名惊恐，身体本能后仰，试图与笔记本与这行文字拉开距离。他很是虚弱，险些跌倒，慌忙伸手按住桌缘，只觉四周的空气都变得躁动，耳畔隐约有细密的呢喃在回荡，有种小时候听长辈讲恐怖故事的感受。摇了下头，一切只是幻觉。周明瑞重新站稳，将目光从笔记本上移开，大口喘起了气。这时他的视线落在了那把闪烁黄铜光泽的左轮手枪处，心头豁然冒出了一个疑问：以克莱恩的家境，哪有钱和渠道买手枪？
周明瑞不由皱起了眉头。沉思之中，他忽然发现书桌边缘多了半个红色手印，色泽比月华更深，比轻纱更厚，那是血手印。血手印。周明瑞下意识翻开了刚才按住桌缘的右手，低头一瞧，只见掌心和手指满是血污。与此同时，他脑袋的抽痛依旧传来，略微减弱，连绵不绝。不会磕破头了吧？周明瑞边猜想边转过身体，走向那面有裂纹的穿衣镜。几步之后，中等身材、黑发褐瞳、有着明显书卷气的身影清晰映入了他的眼帘。这就是现在的我，克莱恩·莫雷蒂。周明瑞怔了一下，因为大半夜光亮不够，看不太清楚，于是又继续往前，直到只差一步就能撞到镜子。就着轻纱般的绯红月光，他侧过脑袋查看额角的情况。清晰倒映的镜子如实呈现，一个狰狞的伤口盘踞在他的太阳穴位置，边缘是烧灼的痕迹，周围沾满了血污。